前脚刚申请入北约，后脚北约老大就带着小弟来撑腰了。就在这2天，芬兰的赫尔辛基港迎来了几个特殊的客人，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的4艘军舰。这下芬兰腰杆硬气起来了，就连芬兰海军军官都高调表示：“各位不要惊慌，这些来自北约的高层只是来支持一下我们加入北约的事情，顺便在波罗的海参加个军事演习。”赫尔辛基这个位置可不得了，正是芬兰的首都，并且距离俄罗斯西北中心第2大城市的圣彼得堡只有不到300公里的距离，甚至在一些远程火箭弹的射程之内。例如，美国正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的 MLRS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可能在赫尔辛基这个位置轻易地对俄罗斯发动跨境袭击，更别说那些速度更快、射程更远的各式舰载导弹了。这下俄罗斯是不是又要强烈抗议了？可以说，这个位置基本已经将俄军波罗的海舰队给废了。想当初苏联解体，身为嫡长子的俄罗斯从苏联手中继承了4大舰队，分别是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北方舰队母港靠近北冰洋，受到的威胁少，所以俄罗斯许多掀桌子的底牌都在这里，例如核潜艇这类的。而太平洋方面，由于没有优良的港口，对于俄罗斯来说威胁相对较少，因此太平洋舰队的实力排在第2。波罗的海舰队与彼得大帝有关，苏芬战争就跟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有关。只要芬兰进入北约的怀抱，那么俄军波罗的海舰队基本就废掉了。不要说进入波罗的海，就连能不能出芬兰湾都是一个问题。芬兰湾最窄的地方只有70公里，去掉两边的22公里，俄罗斯能走的只有20来公里的地方到波罗的海。一旦战争爆发，芬兰与爱沙尼亚只要在岸边火箭炮一架，对着中间一顿狂轰滥炸，波罗的海舰队就基本玩完了。难道俄罗斯屈膝投降指日可待？来自北约高层的美国、德国与法国虽然只派出了4艘军舰压境，加里宁格勒的俄军早已乱作一团，这次连谴责的声音都没了。而且美国和德国军舰参加了在波罗的海的演习，现在已抵达芬兰赫尔辛基码头，都已兵临城下，其中之意不言自明。芬兰此时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北约，马上就能进入北约后宫，当下自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身为北约老大的美国自然对其给予强力支持，芬兰与北约的眉来眼去，自然是提醒5大3粗的俄罗斯：我去也，咱们江湖再见。如今芬兰拥有了强力靠山，对于北约的接纳感激涕零，自当全力配合北约的各种活动。所以芬兰国防部宣布，芬兰计划增加国际军事演习的次数，好好与北约兄弟们增进一下感情，并且非常理直气壮，你能奈我何？美国还郑重向全世界宣布，北约将在下月初启动第51年度团建行动，将于6月5日至17日在波罗的海举行。这次我们北约再次举行团建，除了不能来的，这次共有14位兄弟参加，包括东边的、西边的、南边的与北边的，就连准备加入的芬兰与瑞典，今年也要参加这场演习。军事演习就是和平时期的实战，顺便消耗点库存弹药。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目的，其一呢，给准备加入的瑞典、芬兰2个小弟展示一下北约大哥的肌肉；其二呢，是在告诉俄罗斯不要妄动我这些北约小弟。另外，瑞典作为这次军演的东道主，同时还为了庆祝海军建军500周年，今年的波罗的海行动军演由美国第6舰队主导，并将由北约海上打击部队执行。隔壁这会儿也只能钢牙猛咬，气得如筛糠一般，却还无可奈何。纵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也只能满腹辛酸泪一同抗议言了。此次提前来到芬兰赫尔辛基港的有美国海军的格里德利号和冈斯顿庄号，法国海军的拉图什特雷维尔号，以及25日抵达赫尔辛基的德国海军萨克森号。其中格里德里号是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中的第57艘，第1艘多任务导弹驱逐舰，能够同时进行对空、水面以及反潜作战，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舰载的大量进攻与防御武器都是为了支撑21世纪海上防务战略。
格里德里号驱逐舰排水量9300吨，舰长155.29米，舰宽20.4米，吃水9.3米，装备了4具通用 LM-2500-30系列燃气轮机，能够提供10万马力。舰上编制380名官兵，其中包括一个空中分队，负责维持和操作从船尾发射和取回的2架 SH-60海鹰海军直升机。舰上的 Mk41 垂直发射装置是一种通用化武器发射装置，可装填 SM-2 舰空导弹、SM-3 反导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格里德里号服役后一直在地中海、北大西洋地区活动，是美国海军部署在欧洲、在北约框架下行动的战舰，曾是巡航导弹远程打击叙利亚计划的主力。另一艘军舰则是惠德比岛级冈斯顿庄号船坞登陆舰，从1985年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共生产8艘。这是美国海军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两栖作战所开发的一款多功能两栖作战军舰，是目前海军陆战舰艇主力之一，同时也是海军陆战队未来一段时间内进行远程兵力运送的主力。冈斯顿庄号船坞登陆舰的特点就是坞舱巨大，长134米，约占舰全长的3/4，宽15米，可装运4艘 LCAC 气垫登陆舰和21艘 LCM 型螺旋桨推进的机械化登陆艇。飞行甲板可以同时起降2架 CH-46 中型直升机或同等级直升机。车辆甲板可装载22辆 M60 主战坦克，舰上人员340名。另外，还为运送的450名陆战队员设置了床位。该级舰压载水舱设置在尾部和坞舱两侧的舷墙内，为缩短压载水的排放时间，排放时可同时采用压缩空气和排放水泵这2种方法。冈斯顿庄号短前甲板安装有天线架，高大的上层建筑位于舰中前方，大型框架式主桅杆则在上层建筑顶部重量。主上层建筑安装了2部火神密集阵近程防御系统，一部位于舰桥顶部，一部位于烟囱上方。RAM 防空导弹箱式发射装置位于舰桥顶部和上层建筑后缘。大型烟囱位于上层建筑后缘，其后缘轮廓倾斜，烟囱后方装有1或2部起重吊臂。较长的后甲板惠德贝岛级舰的武器装备极少，只有几座舰炮。此外，巨部的直升机起降甲板上可停放 CH-53 重型直升机和 AV-8B 摇式飞机。武器装备方面，冈斯顿庄号配备了一座通用动力公司的 RAM 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装备被动红外反辐射巡地防空导弹，以及2座 Mk156管20毫米密集阵近程武器系统。另外还配有2门 Mk68 木的1型20毫米机炮。拉图什特雷维尔号是法国海军的乔治莱格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4350吨，采用长舰手楼构型，是法国海军第1种采用燃气涡轮机的水面舰艇。动力系统为2具 TM3B 燃气涡轮以及2具 PA6 V280 柴油机，最大航速达30节，以18节速度航行时，续航力高达8500海里，几乎是许多同吨位舰艇的2倍。长续航力是本级舰的特长之一。侦测系统包括一具抗杂波干扰能力强且低空侦测能力佳的 DRBV-15A 海虎对空平面搜索雷达，能提供海响尾蛇防空导弹更好的前期指引。武装方面，拉图什特雷维尔号舰首装有1门100毫米55倍镜舰炮，服役期间陆续升级到 CAMAD 构型。此外还有2门20毫米机炮以及4挺12.7毫米机枪作为近距离水面射击之用。长距离反舰方面配备新型飞鱼 MM40 反舰导弹，最多可携带8枚。反潜方面，本级舰配备2具 KD-59E 550毫米固定式鱼雷发射器，舰上共备有10枚 DTCN F-17反潜型鱼雷，其航速35节，射程17千米。舰尾设有直升机库与飞行甲板。可操作2艘英制大山猫 Mk4 反潜直升机。德国前往的萨克森号为萨克森级巡防舰，是德国海军区域防空能力最强的军舰，安装了拥有欧洲神盾之称的 APRA 主动相位阵列雷达，有效探测距离达到150公里，以及 Smart L 长程搜索雷达，可对60公里范围内的100个水面目标及400公里内的1000个目标进行自动追踪。
CYCRO-FD 分散式战斗系统是德国海军第一种全分散式作战系统。防空武器方面，配备了4组8连装 Mk41 MIRV-10垂直发射器模组，可发射标准2防空导弹，另有4枚装于翼管的海麻雀 ESSM 短程防空飞弹，以及2具 Mk49 21连装发射器，发射 RRM116 拉姆导弹。船体尽可能采用泥棕设计，外形简洁且做出倾斜造型，大量使用泥棕材料与涂料，动力采用先进复杂的复合式燃气涡轮与柴油机，包括1具美国机翼的 LM2500 PM MLG 燃气涡轮机与2具 MTU-20V 1163 TB93 柴油机。本级舰 CODAG 具有多种不同的推进模式，例如有时以燃气涡轮同时带动2具螺旋桨，或者燃气涡轮带动1具，另1具由2具柴油机带动，配备最先进的数位化控制舰体稳定系统，航行稳定性优于德国海军先行建造的所有军舰。当然了，这来的只是北约前头兵，后面还有10几个国家的大部队呢，几十个海上突击组，几十架飞机，以及成千上万人都将参与到这场演习。当然，芬兰与瑞典也表态说不允许北约的军队与武器进入两国，但现在一切都没有开始之前，北约舰队已经开始进入北欧，这释放的信号与危机，恐怕只有俄罗斯才能感知到了吧。同时，北约的其他国家同样没闲着，像立陶宛、德国和地中海地区也分别正在举行国内的军事演习。北约8个国家的最大规模演习也正在进行中，一系列的军事活动相加，共计约5万军力，都在试图逼迫俄罗斯低头。而这次北约舰队来到北欧，准备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这地点更加逼近俄罗斯。演习距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西部与波罗的海国家边境线非常近，这一区域一直都是美国与俄罗斯关于布置爱国者之类的先进武器的争议地区。如今人家直接来这儿演习了，你俄罗斯还有什么办法呢？谴责毫无意义，这一点普京与北约都懂得。同时，美国还表示，这些演习将证明美国军队到了今天依旧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部署，能够与盟国和伙伴共同面对任何挑战。这话已经算是差点点明隐藏的意思了。这些军事活动的举行，一方面是为了一些国家想要加入北约的想法做出助力，希望以此能够让俄罗斯松口或者消磨俄罗斯的势头，同时也是对俄罗斯的警示，希望俄罗斯仔细考虑周围国家的战斗力，不要一意孤行。芬兰和瑞典2个国家加入北约之后，主要从2个方向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造成影响，一个是波罗的海方向，一个是北极方向。芬兰在2战后长期保持中立，就是为了防止再与苏联或俄罗斯开战，结果吃亏，因为芬兰是个小国，而俄罗斯或苏联是个大国。作为北欧5国之一的芬兰，在地理上紧挨着俄罗斯，双方边境线更是长达1300公里。如果芬兰成为北约成员，那么就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具有了1300公里的边界线。如果北约在这1300公里的边境线上部署武器，俄罗斯将手忙脚乱。一旦芬兰成为北约成员，那么后者军队的大炮距离俄罗斯的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将只剩170公里。此外，芬兰与俄罗斯的克拉半岛接壤，这一地区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所在地。俄罗斯认为它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克拉半岛也处于芬兰的辐射范围内，这意味着俄罗斯不仅军舰出海面临威胁，连北极战略也将受到影响。北约此举一方面是表达对芬兰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力量展示。而且美国和德国的军舰即将参加代号为欧洲卫士2022的大规模演习，显然是想在俄罗斯家门口给俄罗斯上眼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约近期在欧洲的演习可谓是铺天盖地，不仅仅是芬兰，在波兰、北马其顿以及爱沙尼亚等地都有针对俄罗斯的演习。如今北约的目的无疑是相当明显的，他们支持的乌克兰虽然在战场上搞不过俄罗斯，但是北约却可以通过提升对抗规模的方式来强硬回击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北约通过不断的军事演习，还能够整合内部的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各个盟友国家之间的战场协作能力。
谁知道这一次演习之后，北约这些舰队会不会赖着不走？你不知，我不知，俄罗斯也不知，只有北约那些国家知道。不过，关于芬兰与瑞典向北约提交的申请能不能顺利加入北约，还不太能确定。比如最近就有个北约成员国公开唱反调，那就是土耳其。原本说好的芬兰加入北约这个事将会给俄罗斯重重一击，美国已经站起来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了，俄罗斯已经昂着头表示要接受重锤了。结果剧本出了问题，现在土耳其举手表示反对。土耳其是北约的资深成员，土耳其不同意的话，芬兰和瑞典是不可能加入北约的。埃尔多安在记者会上说，我们绝不同意那些对土耳其实施过制裁的国家加入北约。芬兰和瑞典对恐怖组织都没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立场。若两国加入北约，北约届时将不再是一个安全组织，而将成为恐怖分子的聚集地。这件事说的就是库尔德的事情。土方对芬兰和瑞典提出5项要求，包括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支持，切断恐怖主义融资来源，停止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取消对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以及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其实土耳其总共也就提了5项要求，但是可以看到这里面4项都是跟恐怖主义有关。土耳其最关心的就是库尔德武装，因为这是土耳其的一个心腹之患，人口多，一直想闹独立。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寻求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地带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美国和欧洲联盟列为恐怖组织。后来，瑞典与芬兰收留了一些库尔德人，但瑞典和芬兰拒绝遣返库尔德工人党，这算是土耳其公报私仇了。想加入北约，得让土耳其气顺了。土耳其的目的是想一石二鸟，一方面通过阻拦瑞典、芬兰入约，也自己捞点好处，解决库尔德工人党这一心腹大患，表明你加入可以，但不要干涉我内政的态度。另一方面，土耳其还希望欧盟国家能够终止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限制，想取消由于从俄罗斯购买 S-400防御系统而受到的制裁，并重新被纳入 F-35战斗机项目。此外，还要求购买几十架 F-16战机，并为其现有战机购买升级套件。除了土耳其之外，克罗地亚也出现了反对声音。接下来不排除还有别的国家提出反对，成为芬瑞入约阻力。但不难想，在美英等国的强力运作下，这些反对声音将透过安排解决，打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不结盟政策的瑞典和转换芬兰话绥靖政策的芬兰。再加上挪威等国有望在北约内形成一个新的区域集团，有论者称之为北方北约。谁也不知道这次军演之后，北约军舰还会不会离开，就像当初俄罗斯在边境演习，然后直接发动入侵行动一样。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